注意看，这颗球的速度竟是高铁的2倍，林丹都接不住，时速高达417公里每小时，要打在身上，可想而知。男人叫李宗伟，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天赋，没钱买球拍，就拿家里的平底锅练习，邻居见他都躲得远远的，锅碗瓢盆都是他的武器，还常常将好友小胖打哭。没球拍的他经常被孤立，为了能买到心仪的球拍，他去商店老板雷叔那里打工。心灵手巧的宗伟很快就得到雷叔的赏识。这天学校举办羽毛球比赛，他却跑去跟老师借球拍。没有球拍想比赛哦。幸好雷叔及时赶到，递给他一支球拍。第一次拿球拍打球，小宗伟却很不适应，不断摔倒。可就在倒地的瞬间，他看见别人的打球步伐，突然领悟。渐渐的，他的双脚变得灵活起来，一记扣杀拿下1分，接着1球、2球、3球，小宗伟越打越勇，最终逆转拿下比赛。人生中首场比赛就展现出惊人天赋，这引起了场边郑炳发教练的关注。随后他跟随宗伟来到家里，毛遂自荐说想教宗伟打球。可爸爸听到后却大发雷霆，直接将他的球拍和奖杯砸坏。宗伟伤心欲绝，他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反对。心情很差的宗伟来到雷书店，恰巧遇到了一个陌生大叔，他怂恿宗伟去跟他参加羽毛球慈善赛，这样不仅可以打球，还能帮助他人。宗伟一听高兴地答应下来，可他哪里知道这里是个地下赌场，大叔拉拢他就是为了赢钱。果不其然，小宗伟横扫全场，打败了所有的大人，大叔赚得盆满钵满，而宗伟也成了名人。可纸终究包不住火，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了。他二话不说就拉着宗伟离开，可赌场老板哪能答应？原来父亲曾经也是羽毛球高手，多年前老板让父亲打假球，父亲拒绝后遭到赌场老板追杀，这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搭档。从那以后，父亲发誓不再碰球，也因此他强烈反对宗伟打球。现在却为了儿子，他必须重新出山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可第一次双打，小宗伟并不适应，俩人配合不默契，频频失误。老板笑了起来，可父亲的一记扣杀挽回了一丝局面。渐渐的，小宗伟也找到了节奏，父子俩开始越来越默契，开球、扣杀、扣杀再扣杀，比分也渐渐逆转。精彩的比赛不仅征服了全场，还让赌场老板心服口服。这件事以后，父亲彻底放下过去，开始支持鼓励儿子打球。在教练专业的指导下，宗伟进步神速。国家队选拔赛上，小宗伟一路横扫，实力碾压所有对手。可这天教练却告诉他母亲，宗伟被落选了，因为国家队嫌他个子太小。小宗伟伤心落泪，换做别人肯定会放弃，但他偏偏是李宗伟，这个从不信命的少年绝对不妥协。为了长高，他开始没日没夜的跳跃，累得精疲力尽也不肯停下。母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，不仅每天给他熬汤喝，还悄悄在木棍上绑上棉布。日复一日的艰苦练习下，宗伟的身高也逐渐增长，在各大比赛中也出路锋芒。要是命运不垂青于我，那就拼命去把握住它。调整好状态的李宗伟将再次征战国家队的选拔，从没见过这么狂妄自大的人。让你实力，如果你输了，欠多少还多少。放我实力，要是你输了呢？那是伊输，以后你拿这乒乓球，我也无收你的泪。男人一听，满脸不屑。身为职业球手，他决定要教训一下眼前这个愣小子。比赛刚开始，少年就是一记扣杀，男人傻眼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可接下来，少年连续扣杀，1球、2球、3球，男人连1球都接不上，他赶紧叫来队友，打算4对1。就算使出浑身解数，他们依旧不敌少年。随着少年的一记扣杀，比赛毫无悬念的结束，4人全部倒地。男人指着少年问道：“你是谁啊？”我是李宗伟。在国家队的选拔赛上，李宗伟发挥出色，频频得分。可突然脚被扭伤了，但他依然坚持打完了比赛。虽然又输了，可他坚持不放弃的精神引起了国家队的注意。主教练希望破格将他招进国家队，但组委会却不看好他，说他像马戏团的猴子，不仅打法凌乱无章，还毫无专业性。争议不下时，主教练力排众议，将最后一票投给了他，让他顺利进入了国家队。就这样，从球馆到羽毛球专业学校，从州队再到国家队，李宗伟只用了6年时间。国家队里可谓群英荟萃，全是1比1的天才。李宗伟刚来又瘦又小，大家都嘲笑他，捉弄他，设局让他输掉比赛，还罚他洗1个月衣服。面对队友的排挤和欺负，李宗伟开始怀疑自我，他准备要放弃了。此时舍监老师的话点醒了他，这里的人缺乏的不是机会，而是一份坚持。我不知道留下来的会不会成为世界第一，但是走出去的话，肯定不会。李宗伟幡然醒悟，身体瘦弱就开始增肌，练习步伐、举重和跑步。渐渐的，他就把曾经嘲笑他的队友远远甩在身后，还成功被选入全英赛的8人名单。可就在出发当天，主教练却把他临时换掉。李宗伟很难受，他不知道为何全世界都跟他作对。看着凯旋归来的队友，宗伟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开始自暴自弃，摔球拍发泄不满。主教练很气愤，罚他1周不准碰球，每天当球童。直到这天，主教练的太太找到了他，
他这才知道主教练之前对他的种种针对，不仅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智，也是为了保护他的膝盖。当初教练力排众议，赌上职业生涯将他收入麾下，是因为在他身上，教练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明白了教练的良苦用心。李宗伟开始重燃斗志，逐渐变强的宗伟也得到了队友的尊重。眼看2004年汤姆斯杯选赛到来，宗伟信心十足，决心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可他做梦都没想到，这次他将遇到自己一生的宿敌。他是羽毛球界天花板的存在，因为他，李宗伟才被冠上千年老二的名号。他就是李宗伟一生的宿敌和挚友林丹。俩人初次对决发生在2004年汤姆斯杯上。尽管李宗伟准备充分，发挥出色，但最终还是败给了天赋异禀的林丹。接着在2005年的香港公开赛上，俩人再次相遇，李宗伟再次拼尽全力，但最终还是不敌。他打败了所有人，却始终无法战胜林丹。国家队开始产生质疑，他们商议要放弃李宗伟。可主教练站出来解释，他知道李宗伟是心理因素，而不是技术问题。他一再坚持，并坚信他一定能战胜林丹。2005全英公开赛上，两个宿敌再次碰面，魔咒依然没有被打破，李宗伟又败了。赛后他难过的和教练说：“对不起教练，我真的尽力了，可我还是不能打败他。”教练并没有责怪他，而是意味深长的说：“宗伟，semangat dalam badminton bukan pasal menang atau kalah, dan saya nak awak simpan niat asal awak dalam hati awak。” 2006年马来西亚公开男单决赛上，宿敌之战引起全民关注，所有人都守在电视机前，一同见证这场冰与火之战。一开场双方就火力全开，俩人的比分咬得很紧，双方都拿出最高水准，两局战平，进入决胜局。李宗伟压力倍增，很快便落入下风，13-20林丹拿到赛点，只要再赢一球，他就又败了。此时观众都已绝望，可这时李宗伟却缓缓抬起头，教练的话萦绕在耳边，一路的点点滴滴也开始在脑海中浮现。宗伟，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不妨想想那些相信你可以的人。这一刻，他终于克服了心理的压力，并领悟了教练话的意义：坚持和热爱，不执着于成败，要放下压力来享受比赛。丢掉包袱的李宗伟开始稳扎稳打，他突击爆发，正手劈杀、扣杀、轻挑，对角频频得分，硬生生的将比分从13-20反超到22-21。他创造了几乎不可能的奇迹，所有人都重燃起希望，只要再拿下一球，他们就会获胜。而这一刻，李宗伟的眼里已经没有了观众和对手，只有羽毛球。随着他奋力一跃，一记大力扣杀，所有观众都站了起来，羽毛球落入死角，他赢了。这是他第一次战胜了林丹，也战胜了自己。放眼世界羽坛，从没有哪个国家像他一样，凭一己之力扛起整个国家的金牌梦，而且一扛就是19年。虽然最后没能圆梦，可他依旧是马来西亚的英雄。李宗伟的一生就是永不言败的励志典型，他那屡败屡战的精神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虽然没有拿到过世界冠军，但李宗伟却坐拥世界第一在位周数最长370周，拥有超级系列赛冠军和国际赛事男单冠军最多，首位突破10万积分的男单选手等多项纪录。他在羽毛球方面的成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。他是林丹一生最敬爱的对手，也是国人最爱的无冕之王。他就是马来西亚羽毛球一哥李宗伟。Datuk, macam mana jadi Datuk? You tak perlu jadi macam saya. Tetapi, you lebih hebat sama saya.